尽量切碎一点。这是我做的围裙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做这个全食物火龙果酱。全食物的意思呢，就是连同果皮一起哦。因为要全食物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个要买火龙果要买有机的哦。好，那把这个头、尾都切掉。小朋友，你用剪刀帮妈妈把这个这种多出来的，对，多出来的尖尖的皮绿绿的。对啊，剪刀尽量根部哦，好不好？好，给你剪。我们今天要用的食材有2颗火龙果、1颗柠檬，以及呢冰糖粉，就这些。好，那这个尖尖的这个。果肉外面果皮外面这个尖尖的哈，因为它很碍口哈，一定要把它剪掉。那整个火龙果皮呢，其实果胶质很多，所以呢，其实做在果酱里面，它可以增加它天然的胶质哦。而且呢，火龙果皮其实非常非常的营养，好，它有火龙果肉里面没有的营养。今天我们就是要连同果皮一起做成果酱，好，对切。果皮撕下来，接着呢，我要把它切成小丁。好，那怎么切呢？先把它这样子平躺哈，这比较不会跑来跑去。火龙果含有一般植物少有的特殊蛋白质，它能够排除重金属。另外，它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。趁着夏天大出的季节，可以多买些火龙果回来做成果酱。小姑姑在。火龙果流行。火龙果哈沾到的地方赶快擦哦，不然它其实很容易擦不掉啦哈。那有一部分的火龙果呢，就是把它搅成泥哈，用这个压子把它压成泥就好。好，不用很讲究刀工哈，完全不需要。因为呢，我还是想要多一点，就是火龙果碎碎的这种泥状的东西。OK， 那这个就小帮手帮忙哦，好吗？好，那我要处理的呢，就是这些火龙果的皮哈。那我们一样哈，把它切成碎碎的小那个碎丁。那确实哈，它很容易滑啊。火龙果皮含有丰富的花青素，是很好的抗氧化物质，丢掉非常可惜哦。尽量切碎一点。那在切之前哈，把刀子磨利一点。冰糖粉要下去了哟。放这个吗？对，搅拌。刚刚小帮手呢，在加糖之后帮我做这个搅拌的动作。好，那搅拌的话呢，它糖哈就会让这个火龙果呢出水。好，那我们就让它腌一下，试一下甜度，怎样？我觉得刚刚的甜度不够，不够甜。妈妈也这么觉得。那我们就直接开火煮喽。好。中小火煮，慢慢的煮。凤梨果酱可以参考上面的资讯卡哦。这是我做的围裙，是给它煮东西的时候，或者是做料理的时候可以用的衣服。很好看呢。这每一个字都是你缝的吗？喜欢，全部都是我缝的，还有我刻的。我好喜欢呢。10分钟左右。好，那现在你看一下。来，镜头看一下，好，它会有上面有一些浮泡。那么呢，我想说我要把这些浮泡呢，给捞掉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这个要有一点耐心哈，就把这个
浮泡呢捞起来。那熬煮果酱的过程哈，你不要远离它哈，因为它有时候会掉掉哦哈，掉掉就有一个臭会搭的味道啊，时不时要帮它搅拌一下。我们差不多呢煮了这个20分钟左右哈，那水越煮越少了。好，那我现在呢要增加它酸甜滋味哈，那我就放1整颗柠檬，那把它倒下去。好，柠檬后放呢，就是那个酸酸甜甜的味道呢就会出来哈，比较不会有那种甜腻感。OK， 那它又会再变得比较水一点。好，那我们最后呢大概再熬煮个10几分钟就差不多咯。哦，柠檬下去就不一样，所以做果酱一定要柠檬，画龙点睛啊！我们熬煮30分钟，好，那这个水呢也越来越少了。好，那这样已经变成果酱了。30分钟后，你说怎么还会有这么多的水呢？好，没关系，因为它这个果酱的胶质非常的多，所以呢，大概我们慢慢把它降到常温的时候呢，它就不会再有这么多水，还会有那种勾勾的那个果酱感哦。那这时候呢，我需要把它装在瓶子里面。那记得哈，你所有的瓶子呢都要先消毒过，趁热的时候呢就把它装瓶。好，倒放。它就会呈现这个真空的状态。小帮手试吃时间，看起来好好吃哦，吃起来怎么样？这个火龙果有那个甜甜的口感，超级赞。它配上酸酸的优格呢？酸酸的优格配上也很好吃，因为呢火龙果是甜的东西，然后优格是酸的东西，加在一起就变成酸酸甜甜的口感，很棒。那你觉得火龙果酱还可以配什么？火龙果酱还可以配松饼或者是铜锣烧等等哦。火龙果皮的胶质很多啦，那现在呢煮成果酱之后，这个果皮基本上吃起来就像果肉。没有果皮的感觉了，那果肉的那个肉的部分完全变成泥状了，所以我觉得火龙果是非常适合用全食物做成果酱的一个水果这样。我们要不要吃吃看？好，试试看。甜甜的，好好吃哦，而且这样吃起来感觉好健康哦。美味哈，好吃。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，还要记得按赞分享，最重要的还要订阅我们，打开小铃铛，才会收到新影片的通知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不过是30分钟，这是温度也挺高的呢。你要看它看起来好像还好，它其实很烫。烫到是不是？啊，把这个外口不是烫到，很烫哟。做得很好哎。